孩的一时冲动让这家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What'd she do? She just gave him the finger. 不理智的行为激怒了后方的其中一辆车，对方的车上坐着3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他们一眼便看中了年轻貌美的女孩。此时偏僻的公路上只有他们3辆车，对方追上来后多次对车子进行刮蹭。这家人意识到了危险，却为时已晚，他们很快就被强行逼停在路边，而另一辆车只是看了一眼便直接离开。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You know you're supposed to stop when there's an accident, right? Then why didn't you stop then? 此时的手机接收不到半点信号，眼看着3人在不断的骚扰着母女俩，父亲踩下油门想快速逃离这里，却发现一只车轮已经爆胎。谁知对方很快就转变了态度，表示可以先帮他们更换轮胎，再一起前往派出所处理事故。无奈的一家人只好乖乖的配合下车，自然就中了对方的诡计。期间有一辆警车经过这里，可警察似乎有着别的急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一家人的求救。车胎刚换好，他们就露出了真面目，嘴上说着马上前往派出所，实则想强行把一家人分开。软弱的父亲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嘴上不停地向对方求饶，最终眼睁睁地看着妻女被挟持走。以上的内容来自一部未出版的小说，作者是苏珊的前夫爱德华。今天的早些时候，他收到了小说的原稿。两人离婚后，苏珊已经有了新的家庭。距离自己上一次看到爱德华的原稿，已经过去了整整19年。他完全被小说的开头所吸引，想不通爱德华为何会创作这种题材。接着继续阅读下去，剩下来的那名歹徒没有离开，而是和托尼一同前往派出所，谎称他们刚才之所以那样做，只是为了防止这一家人在半途逃走。结果在对方的指引下，托尼发现周围的一切越来越荒芜，但是为了见回妻女，也不得不继续听命行事。不久后，车子被要求停在灌木丛里，托尼不但没有见到自己的家人，还被对方强行抛弃在此地。想必妻女也已经惨遭了人的毒手。托尼在黑夜中试图回到公路上，谁知没多久歹徒又返回头来找他，声称要带着他去见家人。看到对方有2个人，他实在不敢露头。直到歹徒彻底离开之后，托尼才沿着车轮印记回到了公路上，最后在一处农舍里报了警。名叫鲍比的警官接手了此案，带着托尼前往出事的地方。鲍比在交流中也感受到了托尼的软弱。And then when you started to walk out, you saw him coming in again. Yes. Did they say anything? They said, Mister, your wife wants you. Why didn't you go to him? I don't know why I didn't go. I was... 结果他们不幸地在一处废墟中发现了母女俩赤裸的尸体，他们生前都遭受了毒打与侵犯，最后一刻全都死不瞑目。身为人母的苏珊看到这里，内心也被这个悲剧深深的刺痛。回想起当初自己与爱德华相爱时，他还是个阳光向上的大男孩，总是鼓励着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这也给了苏珊反抗家庭的勇气。她决定离开舒适的纽约富人区，到爱德华所在的西部大学读研，之后与对方在那里组成家庭。中产阶级的母亲对此十分反对，母亲希望女儿的另一半是门当户对，重点是她认为爱德华这个人过于软弱，和性格刚硬的女儿反差太大，而且几年后苏珊一定会重视物质生活，这是没有野心的爱德华给不到的。但是苏珊更看重对方的其他特质。 Don't do this. You'll regret it. And you'll only hurt Edward in the end. The things you love about him now are the things you'll hate in a few years. You may not realize it, but you and I are a lot more alike than you think. Just wait. We all eventually turn into our mothers. 他当时完全听不进母亲的话，更不想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如今虽然已经时过境迁，苏珊还是想跟几年没联系的爱德华打声招呼。他在邮件里表示自己很喜欢这部作品，希望大家约个时间出来见一面。回到小说里，警方很快找到了托尼的汽车，同时在附近的一所活动坊内也发现有妻子的指纹。托尼的家人很可能就是在那里遭到侵犯，但是目前掌握的线索很难找出罪犯，只能慢慢的等待。时间很快就过了1年，托尼已经忘了很多案发时的细节。好在鲍比这边来了好消息，警方昨晚抓到2名抢劫犯，其中1人在交火中丧命。不过2人的犯罪是和嫌疑人高度匹配，在接下来的认人环节中，托尼很快就认出了其中1人，就是当时在路上抛弃他的阿鲁。对方表示不认识眼前的托尼，直到托尼当着他的面复述了整个案发过程，阿鲁的表情才证实了自己有参与其中，只不过嘴上依旧强硬。 Are you sure this is the man? Absolutely. Yes. You'll swear in a court of law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Yes. 有了托尼的保证，鲍比也承诺一定让他吃牢饭。现在就还剩一个主谋小雷。看到这里的苏珊已经2天没合过夜，除了沉浸在剧情里和回忆往事，婚后多年的她已经与丈夫貌合神离。丈夫的公司最近也出现了破产危机，他们很快就要过不起上流社会的生活，这才是导致苏珊经常失眠的原因。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丈夫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找了新欢。What floor is it? 31, please.
It's not our usual floor. A regular room wasn't available. You must be exhausted. Ugh, I hate that flight. It's really enough. 31, madam. Get some sleep. 面对着同事的关心，苏珊也承认最近有点想念爱德华。正好对方又创作了一部作品献给自己，让苏珊想起当年自己是怎么狠心离开爱德华的。如今的自己却是像极了曾经的母亲，过上了自己曾经讨厌的生活。疲惫了一天的苏珊回到空荡荡的家，继续阅读这部暴力与悲伤的小说。经过鲍比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小雷这个人。对方同样也没认出1年后的托尼。托尼强忍着悲痛复述了整个过程，但是小雷依旧不肯认罪。You're crazy. You're making a big mistake. I don't think so. 之后他们将小雷带到了那间活动房，也就是妻女遭到侵害的地方。即便到了这里，小雷依旧嘴硬。 I want to know what they said. I want to know what my wife said. I want to know what my daughter said. I want to know how you killed them. And I want to know if they knew it was happening to them. I want to know what they felt. I want to know if they hurt. Answer me. Answer me. 面对着托尼无助的呐喊，小雷似乎才记起这个曾经的懦夫。而这时的苏珊想起以前的爱德华，他总是把主人公刻画得很像他本人，这一点苏珊很是反对，认为这样创作很难成为畅销作品，也无法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两人因这点产生了更多的分歧。爱德华很难接受最爱的人不信任自己，缺少父母支持的苏珊也变得越来越现实。在离婚的念头产生之际，她刚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霍顿，对方有着英俊的外表与优越的家世。爱德华很快就要失去自己的挚爱，苏珊以性格不合向他提出了分手。即使爱德华极力的挽留，也无法撼动苏珊离开的决心。现在的他不能再把爱当饭吃。 Yes, I love you. But when you love someone, you work it out. You don't just throw it away. You have to be careful with it. You might never get it again. I can't do this with you anymore, Edward. I just can't keep doing this. 虽然苏珊没有明着解释出来，但爱德华认为他就是嫌弃自己软弱不向上。而小说里的托尼也没有结束苦难。检察官表示，只有间接证据无法起诉小雷，况且对方还能找到证人为他做不在场证明。鲍比也在这个时候查出了绝症，如果换个人来负责此案件，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只会不了了之。相处了这么久，托尼也很担心鲍比的身体，但是鲍比不想搞砸自己的最后一件案子。只要托尼给到自己明确的决心，那罪犯就永远都逃不过制裁。 Now, are you willing to go outside of strict procedure on this? Yes. You sure? Yes. 鲍比很快就私下逮捕了小雷，同时也把牢里的阿卢带了过来，打算无视法规将他们屈打成招，或者只要托尼一点头，鲍比也可以对他们动用私刑。事后谎称两人拘捕后被击毙，再把他们的死嫁祸给别的不法之徒。但他更希望由托尼来处死这两个仇人，不断的怂恿着他扣动扳机。结果这时鲍比突感身体不适，趁着他到厕所呕吐的机会，两个罪犯直接在托尼的眼皮底下逃走。最终阿卢被赶上的鲍比一枪击毙，小雷则侥幸的逃过了一劫。 You know I had to shoot him, right? I don't give a goddamn fuck that you shot him. I'm glad that you shot him. I'm fucking glad that he's dead. 但是他更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保护好家人，这种痛苦一辈子都无法释怀。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解决。鲍比将自己的手枪递给了托尼，他们要分头寻找小雷的下落。不久后，托尼凭着预感来到了那间活动房，逃跑的小雷果然藏身在此。看到只有托尼自己一人，他根本不怂，也不相信这个软蛋敢对自己开枪。这下他承认杀害了托尼的妻女，但是全因他们侮辱自己在先。接着不断地挑衅着托尼的情绪，同时偷偷摸出枕头下的武器。精神紧绷的托尼开始向后退。 You're too weak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等到托尼清醒时已是天亮，地上的小雷也成了一具尸体。但是严重的伤势令托尼体力不支。当他尝试再次站起来时，托尼的结局似乎跟分手时的爱德华一样。苏珊能感觉到他当时的心如死灰。小说到这里落下句号，正好爱德华也同意了与之见面。苏珊迫不及待地想要亲口告诉他，自己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不止一件。在偷偷地跟霍顿好上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怀上爱德华的骨肉，但他违背了信仰，打掉了这个孩子，只为了能让霍顿的家庭接纳自己。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不知情的爱德华彻底地选择了放手。可如今生活里的种种不如意，又让苏珊对爱德华的感情死灰复燃。她脱掉手中的婚戒，换上了性感的礼裙，奔赴相约好的餐厅与旧爱见面。然而爱德华始终都没有出现。失落的苏珊这时才看懂了小说的结局。
当初分手时，爱德华就警告过自己，一旦选择放弃，就意味着永远失去。爱德华一直等着苏珊这一天的到来，去证明他后来选择的生活是一种错误，然后再通过这一本信息满满的小说，让苏珊惦记起自己的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对旧爱的复仇。全篇也再次落下帷幕。大家觉得小说里的暴毙警官之所以要这样不顾一切的帮托尼，除了自己是个将死之人外，会不会他就是故事的开头处那个没有将警车停下来的警察？